杀我！我是你的乳母啊，大姑娘！妓女！你这货毒丧身，对我下毒，让我进侯府，害我侄子，该死！你都该死！雪玲，你杀害祖母，恶毒之极，应当处以极刑。雪玲，下地狱去吧！是你算计我，是你让乳母对我下毒，是我不该杀人的，我杀了你们！定襄侯府嫡女曲灵谋杀祖母，罪该万死，此鸩酒。若有来世，定要让整个侯府血债血偿。在庄园，我却回到了回京前夕。姑娘，京城来人了，接您回侯府。这一次，咱们换一种死法。嬷嬷很想回侯府啊。当年姑娘的继母宋氏故意设计将您赶出侯府，您是侯府原配所出嫡长女，岂能被他人所出之女压一头？该回去了。知道了。往日只要提起侯府，大姑娘就会气到发疯咒骂，怎么突然转了性子？姑娘，夫人让老奴来接您回京，赶紧动身吧。侯府来的奴才求见主子，都是这般态度。一个被厌弃的嫡女，怎么敢这样跟我说话？若是没规矩，带我回京，就让长公主殿下好好教教你。毕竟长公主和我母亲情同手足。京城局势难明，如今长公主重掌大权，却灵便有了靠山。奴婢见过大姑娘。既是长公主让我回去的，便耽搁不得。周嬷嬷，好好招待一下方嬷嬷。我回屋里收拾收拾。是。这小贱蹄子怎么突然转了性子？老姐姐放心，我日日往她的茶水中加扰人心绪的毒药，要对她予以刺激。待她入到京城啊，必然会引起大祸。你我共事一主，日后杀人了！走，咱们也去瞧瞧。好你个黑
他影响了我婆子，我也叫你来接人，你却来杀人！不是我，不是我！徐报官，不能报官，这是侯府的家事，还是回京交给侯爷处置。姑娘，事不宜迟，咱们即刻回京。我的乳母死了，是方嬷嬷害死的，现在我如何回京？不是我，先将方嬷嬷关押，等侯爷来信再做处置，如何？不是我杀的，不是我！前世宋氏让容母一直给我下的慢性毒药，便是这芙蓉香。既然要回侯府，自然要送你们一份大礼。定襄侯府的人，一个都别想逃，你们的报应来了。姑娘认识定襄侯府的人？公子认得我，芷渊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我让太医帮为你诊脉，他说你中了一种会致人疯癫的慢性毒药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替你翻案。没想到，如今还愿意帮我的，竟然是曾经被我拒过婚的靖威侯世子芷渊。方才听姑娘有提到定襄侯府，非礼勿听，是在下失礼了。无妨，我说给佛祖听的。你听到了，就说明你我有缘。敢问姑娘，与定襄侯府有仇？前世怎么没发现？这眼人长得这般好看，是我的家人。若没有一人懂我倔强勇气，坚守的只剩是你。若没有一人可度飘摇风雨，流离的归处是你。若没有一人护公子，我们京城见。远走父的背后，找我的双手是你。若能许下一世长愿，岁岁如今。回京后，派人盯着定襄侯府。是。这个戾气横生要躲进定襄侯府满门的姑娘，似乎认识我。祖母日夜念着姐姐，姐姐还要三妻四妾，是何道理啊？方嬷嬷杀了我的乳母，父亲可说如何处置？那婆子打死便是。把方嬷嬷带上来。侯府说要打死你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是侯夫人宋氏说大姑娘6年前就敢刺她，如今长公主得势，还不知道要如何嚣张，让我杀了大姑娘。是娘竟这般狠辣，我这就回去告诉祖母和叔父。不急，
再听听。那你为何要杀周嬷嬷？他早就被宋氏收买了，这些年一直给姑娘下药，挑拨姑娘回京大闹，给长公主抹黑。气吗？还是容不下？打死吧！就在这儿，都看着，看看侯府醒来是什么下场。明日侯府会派我那个最不受宠，但嘴最碎的堂弟曲顺过来。你只要当众说出这一切，都是侯夫人宋氏的主意，我就给你一条生路。大姑娘，确保能让我活命。江州是我的地方，我放你走，再给你3000两银票，你改头换面，侯府以后啊，就当你死了。我被骗了。姐姐，您稍等，我去敲门。不用了，我不进去。不回家？那我们去哪儿？冰晴，帮我换身衣裳。前世也是这般情形，我弄砸了侯府的大门，你罚跪祠堂3天，成了整个京城的笑话。回来了，那么先解决谁呢？长公主，您看谁来了？前世我发疯杀了侯府满门，给唯一疼爱我的长公主招来祸端，重活一世，我定不能再任性了。身为长府嫡女，怎会穿得如此寒酸？把你养在乡下，直到今日才让你回京，心中可怨我？当初若不是有你，我早就被人害死。侯夫人宋氏，她让我的奶娘下毒害我，还派方嬷嬷来杀我。他们人人都想要我的命。这些人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对你下毒！快去请太医。是。阿丽，你放心，一路定会为你讨回公道。大姑娘回京不先回侯府看您，倒直接去了公主府，她这心里还是怨我。他有什么资格怨你啊？当年他自己提着刀子在外面喊打喊杀，如今又这般不把祖母放在眼里。不想回来，那就别回来。来日再想登门，哼，可就没那么容易了。母亲息怒。楼阳台大理寺查案。出什么事儿了？这般嘈杂。奉公主之命搜查，放肆！这里是定襄侯府后宅，我们夫人更是皇后娘娘的亲妹妹，你们怎敢无礼？太医院已经诊断出侯府大姑娘身中芙蓉箫，此毒非一日能成。长公主已经让人去京兆尹立案。大
大姑娘长在江州，中毒与我何干？这是夫人身边的方嬷嬷死前写下的供词。他人死在江州，这怕是有人贼喊捉贼。长公主，这是想栽赃嫁祸，欺辱侯府。证据确凿，给我搜！是。还好那芙蓉笑从未经过我的手，更没有放在府中。他们就是搜，也搜不到什么东西。当初就该直接弄死去那个贱丫头。既然她回来了，正好，无声无息的杀了她的法子多着呢。找到了，从厨房内找到了。没错，正是芙蓉霄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啊！是你们自己带来，放在我房中诬陷。大姑娘体内的毒已经有7年之久。7年前，大姑娘不过才9岁，离开侯府时是10岁。这芙蓉霄能让人心神不宁，行为疯癫。看来当年大姑娘赐你是中了你的苦肉计。母亲，我要见皇后娘娘。长公主，这是欲加之罪，你住嘴！去，请侯爷回来。是。残害主子的恶仆，即刻绑了，交给长公主。是奴婢擅自做主，对大姑娘下毒，与我们夫人无关。带走。是。放开我！放开！大姑娘，求求你饶了奴婢吧！大姑娘，求求你饶了奴婢吧！要杀我的不是你，奴婢不敢害你啊！宋氏身份尊贵，他不能死，那你替他死。你死后化成厉鬼去找，是他害死了你。还有你的家人，我很快就送他们去见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动手吧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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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看了，我想看到坏人死，脸上的惊恐不会。前世就是曾默默着他忠心的韩国，替宋氏在我的衣里犯李家宋氏，一步步把我逼疯。公主，定襄侯曲成带着宋氏来接许姑娘了，让她来见本公主。是。臣参见长公。我和阿周的女儿都这般大。本宫从前只觉侯爷办事无能，原来治家也一样无能。下官知罪。光知罪有什么用？阿玲受过的苦，该如何弥补？灵儿，你可还记得爹？爹当年错怪你了。但是你堂弟已经将方嬷嬷的恶行都告知于我，只要今日你和我回去，日后不管什么条件，尽管提。真是好一张伪善的脸啊！前世把我逼疯之人，
不正是你吗？我的好爹爹。那爹爹可以休了宋氏吗？我怕他在家，我不敢回去。大姑娘，我待你向来如亲生，你为何对我怀有敌意？你待他如亲生，收买他的乳母，对他下了让人疯癫的药，使用苦肉计，逼他离开京城。宋氏，你还真是不要脸！长公主，下官只想将灵儿带回去。灵儿，你只要愿意随爹回去，爹答应你，你那院子里的事绝不让你母亲插手，如何？还不是我母亲。好，你可以不换她做母亲。我娘留给我的那个院子，被她的女儿祁连枝抢去，是不是该还给我了？爹早就吩咐过了，那暖山居本来就是你的嘛。侯爷，莲枝在暖山居住了这么多年，她也是你的女儿。权力可真是个好东西啊！你要是不想回去，就不回去，住在公主府也是可以的。多谢姨母，我是丁香府的大姑娘，我得回去，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不然怎么祭奠我前世的悲惨？也罢，有本宫在，没人敢对你如何。本宫赐你这把匕首，日后侯府若有不长眼、敢欺人，尽管动手。6年前，他诬陷你刺伤他，去把他欠你的那帮还给你。你敢！我是你嫡母，你若伤了我，那便是不孝。可是父亲说了，你不是我母亲。侯爷，你难道就要看着他这般肆意妄为吗？他若伤了我，那损的是侯府的名声啊！灵儿，不能放肆。本宫的话，你也敢违逆？这可是御赐尚方宝剑，先斩后奏，前1日刚有唐朝4品官员死在这个剑下，下官不敢。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哎，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这是你欠我的！侯爷救我！侯爷救我！闭嘴！聒噪！贱人！等你回到侯府，我一定要将你千刀万剐！送宋氏回去吧，整得脏了本宫的地。阿莲，你记恨我不打紧，可是你爹爹是真的挂记你。还请夫人唤我一声大姑娘。这闹也闹够了，时辰不早了，要不先回家，先带他回府，日后再好好教导。皮母，我的乳母死了，身边无人照应，可否给我一个有用之人？那是自然，就让本宫身边的李嬷嬷跟你回去。是。长公主，这怎么吃？屈臣，本宫警告，阿玲的母亲阿月是为了救本宫而死，本宫绝不允许任何人欺辱她的
你们侯府照料不好自己的大姑娘，本宫来照料。阿月，你要常来看我啊。啊。素天。公主，我唯一狠心的想法就是爱。我叫公主，爱着她。阿离，你母亲临死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。请长公主放心，下官定会好好照顾灵儿，不会让她受半点委屈。姑娘放心，有奴婢在您身边，任何人都没有机会再伤害您。您体内的毒不深无碍，别放在心上。嬷嬷，回到侯府，咱们就要住进暖身居。那是我娘留给我的，被宋氏和他女儿鸠占鹊巢那么多年，之后咱们这院子就交给您了。姑娘信任奴婢，奴婢便替姑娘守好院子。姑娘，嬷嬷，侯府到了。你怎么伤成这样？快去宫里请太医！长公主竟然如此伤你，我要进宫告诉皇后姨母和太子哥哥。不许找太医，这件事不能让宫里知道。一旦下毒的事情泄露出去，长公主肯定会借着御史台大做文章。天！好了，家丑不可外扬。你姐姐也是无意间伤了我。什么？曲灵伤了你？她怎么敢？曲灵这个贱丫头，既然跟着回了侯府，那今日必然要让她脱掉一层皮。如今侯爷已经厌恶她，这伤也没白挨。她仗着长公主如此伤你，等进了侯府把门关上，长公主也护不了她。行了，先进去吧。妹妹的东西可都搬出去了。什么？我要住进暖身居。曲灵，你是怎么搞的？你回家来还没有拜见刘母，你就开始争抢地位？你这么多年的教养是谁教你？争抢？是爹爹当着长公主的面应承我，不作数了。爹爹，你真的要把我的暖身居让给他？你闭嘴！你们俩是姐妹，姐妹应该和睦，在侯府门口吵，我还要不要脸了？回去！曲灵，你给我等着！大人，您让我盯着的那位姑娘是定襄侯府的大小姐曲灵，同样也是与你儿时有婚约的那位。是阿玲，难怪那日在寺庙相见，感觉如此熟悉。娘说了，也差点害死了他，他才不会喜欢你，以后你的一切都会是我的。你娘不喜欢你，哈哈哈！谁说你们随便欺负人的？
谁啊？她是定襄侯府大小姐，长公主是她姨母，惹不起，快走！姨母说杨青和我们订了婚约，虽然我不知道婚约是什么，但以后我罩着你。那日寺庙重逢，他认得出我，可是还记得我。大人，长公主的人今日来大理寺报案，说是定襄侯府夫人买通了大姑娘的乳母，常年给她下毒。定襄侯夫人竟如此合理。确实如此。如今定襄侯已将大姑娘从长公主那儿接了回去，大姑娘在侯府怕是会受些委屈。定襄侯府欺人太甚。您与定襄侯府大姑娘曾有婚约，若是想救她出侯府，你可以上门一亲。快去准备贺礼，随我去趟定襄侯府。曲灵，在江州这些年，怕是忘了府中的规矩吧？既然入了侯府，便由我来教教你规矩。阿林，在公主府有公主替你撑腰，可是，在侯府，我才是当家主。莲枝，去好好教教她规矩。好你个婆子，你敢拦我！来人，拖出去乱棍打死！等等，李嬷嬷可是长公主的长室母，你确定？阿林，这里是侯府，在侯府就要有侯府的规矩。这婆子不懂事儿，是该教教她规矩。带下去！我看谁敢！阿林，我说过了，这里是侯府，我就算是把你打死了，这传出去，只不过是你身子弱，病死榻上而已，明白吗？侯夫人好大的口气！李嬷嬷，就算我把你们打死，我上边还有皇后娘娘和太子朝，还真当我宋氏怕了她长公主不成？一个姑娘，除了长公主之外，再无靠山，居然还敢如此嚣张！带下去！夫人，今为侯府的人在门口等候多时了，他们家的公子听闻大姑娘回京，特地登门拜访。谁说我除了长公主，再无靠山？可别死，不然这比什么再出枪。我让他下进夫妇，不然就更难对话。手上还有重否留下的事。前世石原也是这个时候上门提亲的，大概那个时候他就想要救我出水火呢。这晋威侯府世子看似是嫡长子，实则并不受宠，将来这世子之位也未必保得住，可不能让我们大姑娘嫁过去受苦了。这就不劳你费心了。全是在曲莲枝和宋氏的算计下，当真以为池原是个不学无术的混世子，便在池原第二次上门提亲的时候，公然兑婚。陈嬷嬷，传话过去，就说侯爷和大姑娘都病了，让他改日再上门。站住！李嬷嬷，帮我去和他楚公子，就说今日我不舒服，让他改日再来。是。许林，这里是侯府，动不动就舞刀弄枪的，成何体统？来人，还不快把大姑娘的刀子给我夺下来！夫人、二姑娘，曲老夫人让老奴来接大姑娘过去。大姑娘不懂侯府的规矩，我这个做母亲的正在教她规矩呢。大姑娘入门教规矩，也是曲老夫人来教，不劳夫人费心了。大小姐，这边请。
十公子，我们家姑娘说，今日她身子不适，让您改日再上门。看来那日在寺庙，他还是认出我来了。嬷嬷，他入府后可还习惯？可有人欺负他？公子不必挂心，小姐自有应对之法。若他有需要，随时找人来送信。大人，咱们就这么回去吗？定襄侯夫人背后可是宋家，是皇后和太子。大姑娘就算再有本事，也敌不过背后的权势啊。那我就做他背后的权势，跟我去趟公主府。大人，你这是要针对长公主，可将来继承大统的必定是太子。谁说将来继承大统就一定得是太子？阿玲，过来，让祖母瞧瞧。祖母，爹爹让我把暖山居让给姐姐，暖山居我是住惯了的，你和爹爹说说，要再换一个地方。住惯了就是你的了吗？祖母，阿玲，快过来，让祖母好好瞧瞧。上一世，我的好祖母也是这般对我和颜悦色，让我误以为她是真的疼惜我。可谁知，她只是想利用我治好宋氏。在发现我没有利用价值后，联合宋氏一起害我，将我逼上绝路。祖母，你还是离他远点吧，他刺伤我娘，保不齐又会做什么发疯的事。果真如此。祖母，是长公主的意思。你该去问问你娘，看她都做了什么好事。她如今啊，是越发不把我放在眼里了。前些日子我让她把暖山居挪出来，今日还不见动静。你去把二姑娘的东西搬出去，现在就搬。祖母，好了，你们先去吧，我也乏了。孙女告辞。既然我的好祖母做足了样子，打算利用我牵制宋氏，那这一次我得好好利用一下。你这个小贱蹄子！你还推我！我不怕死，你也不怕。你敢杀我，就不会有好下场。我有没有好下场，你就不用费心。费心那个时候，你就没命了。我是不会把暖山居让给你。您带路去暖山居，我们亲自帮二小姐搬东西。姑娘，这个怎么办啊？走，先去找我母亲。娘，祖母让人去暖山居，把我的东西都搬出来了。这老东西，这是迫不及待的要巴结讨好取名来对付我了。你别慌，我这就派人给你皇后尹母婿消息，让她好好敲打敲打你父亲。还是娘最好。太子殿下，石大人，下官想找二位。殿下好，我们皇后娘娘邀您去御花园一叙。石大人真是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，
父皇十分欣赏你，将来前途无量啊。太子过誉了。听闻池大人昨日去了长公主府上拜访，可是蝈蝈府上出了什么不得了的案子？臣年幼时，长公主曾为臣定下一门亲事，现在已到适婚年龄，要先礼谢长公主，再上门提亲。可是和定襄侯府大姑娘的婚事，听闻这个大姑娘小时候还好好的，9岁那年突然得了疯病。不如我去找母后替你推辞了这门亲事。你若怕得罪长公主，就让定襄侯府将二姑娘许配给你，都是一家人，长公主那里也好交代。大姑娘很好，生病只是谣传，太子还是不要掺和这臣子内宅之事，应该着眼于天下。油盐不进的东西！太子殿下，你要忍耐一些。这个池渊年纪轻轻就担任大理寺的少卿，如今还是皇上最值得信任的人，你必须拉拢，绝不能让他站在长公主那边。那个娶灵的娘徐兆月与长公主情同手足，又是为了长公主而死。池渊若是娶了曲灵，必定会和长公主站在一起。一个孤女而已，侯夫人身为主母，还处置不了她。若真的借长公主府事无法无天，那就找个理由处死，或者流放就是。天天，祖母让人把我的东西从暖山居都扔了出去。这事儿我从皇后那儿听说了，你母亲也是，什么事儿都往她那儿说，这种家宅之事说出去也不怕被人笑话。姐姐，皇后娘娘也是心疼母亲。那个曲灵刚一回侯府，就仗着长公主的权势刺伤嫡母，简直无法无天。我问你个事儿啊，你愿不愿意嫁给晋威侯世子池渊？我愿意。可是池渊哥哥和曲灵早就有婚约在身了。那你就先把暖山居让给他，这样我也好找个由头，让他把这门婚事让给你。回去告诉莲芝，一个院子有什么好争的？当初长公主给曲灵定下的婚事，才是个好东西。这个长公主倒是个有眼光的。那晋威侯世子如今是皇上跟前的红人，必须为我们所用。想办法让曲灵把这门婚事让给莲芝。是。就知道爹爹最疼我了。等这门婚事成了我的，看你曲灵还拿什么嚣张。姑娘，这是池公子让我交给您的。这是我娘留给我的玉佩，我现在把它交由你保管。相信我，我一定替你翻案。等之后我接你出狱的那天，你再还给我，好吗？想要我死的是皇后和太子，你执意要为我翻案，就是把自己往死路上逼。我不值得。你值得。不许搬，放下！敢问大姑娘，这是何意？侯府的规矩真是让人开眼界，一个丫鬟竟然质问起主子来了。把我的东西搬进林监院。林监院可是屈老夫人女儿出嫁的院子，这个女儿深得屈老夫人的喜爱，林监院可谁也动不得。二姑娘，林监院是大姑奶奶住的地方，您不能擅自搬过去。我才是这个家的主母，我让莲芝搬去的。
姑母已经出嫁，一直占着院子算怎么回事？难不成等着被休了再回家住吗？二姑娘慎言。你们还愣着做什么？搬去林间院是我娘的意思，我娘才是当家主母，她说怎么做就怎么做。这种蠢货，前世居然能逼得我亲自动手砍了他。你抢了我的暖山居有什么用？你娘死了，现在这府里是我娘说了算，我想要什么，最后都是我的。抢了暖山居只是个开始，再抢你剩下的不就行了？你有什么？你娘2个弟弟，皇后、太子，还是你倾慕金渊侯府世子池渊？你凭什么跟我抢东西？父亲不喜欢你，他不过是没有时间收拾你罢了。再说，你根本就配不上池渊哥哥。好了，莲枝，走吧。娘，爹爹已经答应让曲灵将这门婚事让给我。那池渊是众世子中最出类拔萃的，我要是能嫁给他，以后说不定还能为娘讨个道呢。看来皇后娘娘今日是敲打你爹爹了。姑娘就应该在长公府待到出嫁，这种小人，长公主一根手指就能碾死，何必受累与他们周旋？直接让他们死了，他岂不是太便宜他们了？要握在手上慢慢折磨，才更有意思。嬷嬷，这暖山居就交给你了，我去趟曲老夫人那。是。既然暖山居带上，那接下来就该夺宋氏的掌家权。祖母，院子可收拾好了？收拾妥了，二妹妹已经移居林间院了。林间院？二妹妹对您有怨言，说这姑母都已经嫁出去了，林间院就应该让出来，站着不放，是要等到休憩之后回。说的什么话？祖母，去暖山居的人回来没有给您说吗？好啊，你们一个个的都去巴结宋氏，把我不放在眼里了。老夫人，二姑娘是你养大的，这掌家权还是放在自己手上比较好。唉，可宋氏怎么会放手？她可是当今皇后的亲妹妹。祖母，让他们都退下吧。你们都退下吧，戚嬷嬷留下，她是自己人。自己人早就被宋氏收买了，还要祖母受些累。你要给我下毒？不过是大米磨成的粉，长公主心疼我，希望这府上掌权的人是您。朝中动荡，长公主最后毫无胜算的可能，但至少现在长公主权势滔天，何不好好利用曲灵？你去办，过阵子就说是宋氏让你这么做的。是。爹爹，你刚入府，去账房支些银子，缺什么就带人去街上采买一些。谢谢爹爹。灵儿啊，你可还记得曾经你母亲为你和靖威侯府嫡长子池渊指的一门婚事？记得，今日池渊哥哥还上门提亲呢，被夫人拦在了门外。池渊上门了？是。啊，灵儿，你是姐姐，你看莲枝都将这院子让给你，不如你将这桩婚事让给他。是这样，你刚刚回来，我和你祖母都想你留在身边。前世他们也是如此威逼利诱，让我和池渊退婚。
女儿也不想那么早嫁人，婚事可以延期，但女儿不想把婚事让给别人。你是长姐，做事如此自私，害得我失望。爹爹如此袒护曲连枝，让我把婚事都让出去，难道就不偏心？你好好想想清楚，这不过是一桩婚事而已，孰轻孰重，自己掂量掂量。小姐，宋氏必搞的皇后哪里了？她只是想一点一点端你手倚仗啊。朝堂斗争愈演愈烈，太子和长公主互成犄角。池渊是大理寺少卿，皇帝身边的人，他们当然要重。既然宋氏这么依赖皇后和太子，那我就让他一步步沦为皇权斗争的牺牲品。夫人，大姑娘正在教唆曲老夫人污蔑您下毒，趁机夺您的权，您要小心。娘，让曲灵不能留了。这小贱蹄子还真不能留了，他不是想污蔑我下毒吗？那正好，我就给他换成真毒药，一箭双雕。你着手去办，事成之后我送你出府，赏你2田宅子，让你安度晚年。是夫人。娘，回来了。娘，你受的伤是曲灵那个贱人，她如今刚回京都，现在正在跟身边的婆子上街采买，如今人在府外。谁给她的胆子？我现在就去杀了她。就让曲艺好好教训教训。废话，上北门废话啊！来，小姐看一下，都是好话啊！啊，稍等的自发。哎呦，你提琴。原来你就是曲灵，养在江湖那个疯子。你刚入侯府，竟敢伤害我的母亲，我定要你偿命！你干什么？原来是二弟啊，你也就这点本事，欺负我算什么？有本事你杀了你大哥，让世子之位落在你头上。巧舌如簧，你少挑拨我们兄弟的关系，妄想！大理寺巡街，有人在此当街行凶。石公子，很月见面。芷渊，你少管闲事，这是我的家事。他刚进侯府就打伤我的母亲，我定要给他个教训。定襄侯府二公子张口闭口说我是疯子，却当街砍人，到底谁才是疯子？怪不得京都传闻二公子与大公子一个脚趾头的比上。听说这定襄侯府的大公子、二公子异母同胞，但却相差甚远。公子脾气确实比不上大公子。曲艺，今日若是你兄长曲衡在此，断不会对自己的嫡亲当街挥刀。你这么做，不怕被诟病？曲艺，我知道你读书比曲衡好，曲衡不过比你先出生，就占了嫡长子的位置，你甘心被压一头？你娘的心却偏向了你大哥。你今日当街杀了我，长公主一定会杀了你，你大哥却能坐稳世子的位置。再无人敢他争抢。
说不定有人就希望你发疯当街杀人，好坏了你的名声，失去和曲恒竞争世子之位的机会。你没事吧？池公子在，我当然没事。这定襄侯府的人如此嚣张，是因为他们背后有太子和皇后。你在府中腹背为敌，要多加小心啊！池公子这么关心我，关心到当家和我唱了一出窗。你之前就与我有婚约在，我定当是多照顾着。曲一突然发疯，吓到了我，万一他又抽风要杀我怎么办？既然池公子护着我，那送我回府。好，我送你回府。不好了，出事了！曲老夫人吐血了，巫医说是中了毒。大小姐，你快些去云通堂吧。去找李嬷嬷，让她拿着公主府的令牌去长公主府请太医。池渊哥哥，我正要去找你呢。府中有人给我祖母下毒，我要报案。若真有人下毒，大理寺定会查清。那池渊哥哥就随我过去吧。等池渊哥哥看清你的真面目，我看你怎么办。曲老夫人这是中毒了。阿玲，没想到已经恨我至此。我已经让李嬷嬷去公主府请了太医。爹爹，还是让太医先给祖母看看吧。张太医，我先为曲老夫人诊断。我还真是小瞧了你这个小贱种。娘，打我娘！雪莉，我杀了你！定襄侯府真是让人大开眼界，这么一大家子要欺负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孩。还手无缚鸡之力？那我头上和胳膊上的伤是哪来的？都告诉我没有？你是要把家里闹翻天吗？石大人，这是我侯府的分内事。是二姑娘向我报的案，所以我大理寺就有权干涉。爹爹，是夫人先骂我小贱人的。那你就给老夫人下毒。我没有。是你骗老夫人，让她假装中毒，以此构陷我，想抢我主母的权利。夫人怎么知道我跟老夫人说了些什么？是戚嬷嬷听到你的毒计告。爹爹，既然夫人都已经知道了，为何不阻止老夫人吃下毒药？夫人是不是想着老夫人中了毒，既可以杀了老夫人，又可以杀了我？凤君，毒害老夫人，是不是你下的手？侯爷，连你也不信我了吗？我才不信你呀！你能买通曲灵的乳母，是不是也能买通戚嬷？管家，在。去搜一下戚嬷嬷的屋子，看她到底与谁勾结在一起。是。老夫人，娘，死老太婆竟然没死呢！我没死，你很失望是不是？不，娘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祖母，您没喝那碗燕窝吧？当然没喝。你这个吃里扒外的老货，连我都敢算计。祖母，断不可相信戚嬷嬷，我怀疑她已经被宋氏收买。她给您任何东西，您都不要下口。混账，竟然敢下毒毒害老夫人！侯爷饶命，
我也是一时糊涂。是夫人，是你，雪琳，是他污蔑我，想抢我主母的权利。侯爷，那碗燕窝根本就没有毒，是他伤害我。哼！来人，把燕窝端过来，给他喝下去。老夫人，你看在我伺候你多年的份上，饶了老奴一命啊！宋氏不是说没毒，灌下去。侯爷，这是从戚某某屋子里搜出来的金银首饰。这些细软我看你带过，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是你害我！事到如今，你还不放过阿玲？当年阿玲的母亲是何等孝顺恭谨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，还要亏待她的女儿。她娘再好又如何？还不是被你们逼死了？要不是这样，许晨怎么会娶我进门，沾上我们宋家的光？你是不是疯了？夫人病了，今日之后，长家之事全交由老夫人管理。我娘的死另有隐情。既然毒害徐老夫人的凶手已经抓到，那侯夫人就随我回趟大理寺吧。侯爷，此事是家丑，千万不可能外扬啊！当然不能闹到大理寺去。侯爷，这不都是你的好女儿招来的人吗？石渊哥哥，夫人也是一时糊涂，既然祖母没事，也没酿成什么大祸，这件事情就这样算了吧。夺了你的掌家权只是开始，接下来就是要让你们母子离心，互相灼杀。那今日我就看在阿玲的面子上，放过你。若日后她再兴风浪，我绝不姑息。还有就是二小姐方才向我报的案，混账，哑巴了吗？灵儿，去搜从池大人。你个蠢妇！这件事要是捅到了大理寺，曲恒和曲一岂不是要被你连累？从今日开始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不能踏出院子半步。带下去！侯爷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我的姐姐是皇后娘娘，侯爷，是姐姐害我。父亲，宋氏的背后是太子和皇后，没有那么容易倒台。虽然今日定襄侯剥了他的掌家权，但难免日后会迫于威严再还给他。芷渊，我从未想主动害人，可他们不想让我活，我若想活下去，就必须得反击。我不想牵连你，你若愿意帮我，不愿意。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？可怜。之前使你多次，你总推脱大理寺事务繁忙，今日总算得闲了。太子厚爱，池渊惭愧。你这去哪儿了？怎么一身怒气？臣方才
去了定襄侯府。这定襄侯府的二公子曲义，竟要当街砍杀自己的长姐，现在满街的人都在议论此事。曲义，他怎会做出这种荒唐事？臣送曲大姑娘回府时，恰巧遇到曲二姑娘要去大理寺报官，说是有人要毒害她的祖母。臣去了之后一问便知，这下毒之人是侯夫人。臣念在她是殿下的姨母，就没有带她去大理寺。若是她真的去了大理寺，传到皇上的耳朵里，恐怕会牵连到你。这件事你做得对，我会让母后敲打敲打。这般肆意妄为，实属愚昧。石大人，还好有你帮本宫思虑周全，不如留下来小酌几杯。太子殿下功绩卓越，此乃社稷之福，若是被此等人利用，实属可惜。臣还有公务在身，先行告退了。娘，都怪曲玲那个小贱人，还当真是小瞧了这个小贱人，居然在她身上栽了跟头。娘，干脆咱们一不做二不休，把他给……不可！今日你祖母之事，已经让你爹爹对我有了戒心，可再生事端。可是娘，曲玲仗着池院如此嚣张，今日他一闹，爹爹好像有改口的意向。万一他不肯把那桩婚事让给我了，怎么办呢？想毁了这桩婚事还不简单？去江州找个人来，把他偷偷送进暖山居，就说是曲玲在江州的姘头，我还不信呢。这样，那池渊还愿意娶她。对，毁了他的名声，让他这辈子都嫁不出去。哼！小黑人儿，我来了。曲玲，你半夜私会男人，毫不知羞，人赃并获，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还不快从床上起来！你去把我爹爹叫来，让他做主。是。深夜不睡，还在这里闹，你是嫌白天闹得不够大吗？爹爹，我身边的刘嬷嬷半夜去厨房拿药，正好碰见了这个男人翻墙进入暖山居，与曲玲私相授受。爹爹，二妹妹，这大半夜的，你们进我屋子做什么呀？怎么在这儿？阿玲，阿玲，咱们在江州便死罪终身，如今夜会被发现，你可不能不救我呀！这是谁呀？你说你与我在江州便私定终身，那我们的定情信物是什么？这便是你送给我的定情信物。侯爷，这不是二小姐的簪子吗？今日在曲老夫人房里，二姑娘还拿这簪子刺我们家姑娘。侯爷，此人一入府，便轻车熟路一路摸到暖山居来，看样子可不是第一次入府。我们大姑娘才从二姑娘手中要回暖山居没几日，夜里就出这种事，她还一口咬定二姑娘的簪子是定情信物，该不会与这个男人私会的是二姑娘？你胡说八道！别招！闭嘴！儿子，既然二妹妹与我都不知道此人的来历，想来应该是入府盗窃的毛贼。李嬷嬷，找人打到他说实话为止。来人！别打了，别打！我说，嬷嬷，这和之前说好的不一样啊！
是他给我银子，引我来这里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不是我，不是我！你这个蠢货，是不是你母亲指使你来报复阿玲？把这两人拖下去，乱棍打死！救命！二姑娘，救我！二姑娘，救我！都好好看一看，这就是宋氏教出来的好女儿。即刻起搬出林监院，搬到偏房去，没我的允许，不许见宋氏。父亲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带走！父亲，父亲！爹爹，女儿住在侯府，会死吗？自从女儿回来之后，侯府就发生好多事情。不会，以后你在侯府，要是谁敢对你发难，你就让长公主赐你的嬷嬷打下去。你们都先退下吧。爹爹，夫人之所以在侯府如此嚣张，就是仗着皇后和太子。只是爹爹，这侯府的基业不能全压在一个人身上啊！万一长公主赢了呢？爹爹，您只需要同往常一样为太子殿下做事，长公主那里就交给我。若是将来太子殿下赢了，您当然可以平步青云；若是长公主赢了，您便说是您授意我暗中支持长公主。灵儿就是聪慧，不像那个蠢妇生出来的蠢。爹爹，侯府才是女儿的家，女儿自然是要为侯府着想的。长公主再疼我，那也不是我的血亲，否则怎么也该为我请封一个郡主的爵位。那你说，你想要什么？爹爹，阿玲什么都不想要，只希望爹爹可以对阿玲好一些。我要什么？我要定襄侯府灰飞烟灭。皇后，旭成，本宫是不是说过，我宋氏女子不能受人欺辱？你竟然让人禁足她，还将莲枝赶去偏殿。皇后娘娘，这是我侯府的家务事。再说宋氏她蛮横跋扈，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她好。既然受我宋氏的庇护，你就该捧着她，敬着她。皇后娘娘连定襄侯府的家事都要管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定襄侯府姓宋呢。你还是管好自己的儿子吧，别人的家事连皇上都无权过问，更何况是我。多谢长公主解围。徐成，你堂堂一个定襄侯，被宋氏骑在脖子上，真是可悲。你若再不挫挫宋氏的锐气，你们定襄侯府怕是要改姓宋了。是啊，曲侯，这京都谁不知道你定襄侯府宋家说的？背地里啊都嘲笑你呢。男人哪有不三妻四妾的？你后宅空虚，难不成真是宋氏不让你纳妾？你当真是宋氏赘婿？滚！我定襄侯府还轮不到宋氏说了算。莲枝被赶去了偏远，嬷嬷也被打死，他曲灵真的是好手段。夫人，您有伤在身，切不可动怒啊。侯爷，这是何意？这是母亲为我新选入府的妙姨娘，我带她过来见见。侯爷，这不是打我的脸吗？我纵然是犯了错，
也不至于受此羞辱。羞辱，只不过是纳了一位妙姨娘。京中权贵哪家不是三妻四妾？啊，还是说你宋家的女婿不能纳妾？那即便是纳妾，为何不与我商量？这里是定襄侯府，不是你宋家。本侯纳妾，还轮不到与你商议。好，那侯爷这么对我，难道就真的不顾多年的夫妻情谊了吗？夫妻情谊，你要真拿我当夫君，你就应该好生待灵儿，孝顺我母亲。自己想想，你都干了些什么？许晨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许晨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姑娘，侯爷刚从宫里回来就纳了妾，听说宋氏在府里发疯呢。还不够疯。嬷嬷办的怎么样了？奴婢已经让长公主那边人故意把侯爷纳妾风声透露给皇后娘了。皇宫已经来人了，把侯爷给叫了过去。爹爹还在气头上，皇后一而再再而三的数落他，适得其反。夫人，起开！宋军，你还有脸去告皇后，让她叫我去归训，不允许我拿钱。皇后知道了，你不要逼我把你那些事儿都宣之于众。宋皇后虽然是你姐姐，但侯府内屋的事儿还轮不到她插手。长公主可还没死呢，朝廷不是你宋家一家说了算。侯爷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朝中又提拔了几位重臣，那可都是长公主的人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。你就这么着急骑在我头上？我是不是告诉过你，在侯府内，我不想看到宋家的人，特别是院子里那些丫鬟和袍子。你要是不换，我就把他们给打死。许茶，你敢？看我敢不敢？把他们给我打死！许茶，你敢？太子殿下，此次秋闱放榜，为何曲和能拔得头筹？自是你兄长用功读书了。不可能，我与曲恒同吃同住，他的才学远不及我，怎么可能会？好了，此事不要声张。许恒是你兄长，是侯府未来的继承人，他得头筹自然最好。何况你性子不稳，容易招惹事端，还是跟着你哥学学，沉淀沉淀。是，我行了，退下吧。是。秋闱放榜和之前猜的差不多。这定襄侯府的两位公子曲义和曲恒都是太子身边的人，他俩总有个拔得头筹。曲恒虽然是定襄侯府的长子，可才学方面比不得曲义。没想到这次居然是曲恒赢了曲义，这我也猜不懂。你们还没听说呢吧？这定襄侯夫人是皇后的亲妹妹，是她去求皇后给曲恒透露事题，这才让曲恒赢了亲弟弟。啊，这么紧张，也太偏心了。头一次听说赢了。你都听到了，史大人可是来看我的笑话。传言并非为虚，今年秋闱确实有人泄题，皇上正命我调查此事。当真？若你母亲为了曲恒偷盗试题，实则是害了他。一旦这件事情传到皇上耳朵里，母亲太过偏心。大理寺正奉命调查此事，
你若是有什么线索，可以透露给我。我哪里知道什么线索？你倒是挺讲义气啊，只是不知将来这侯爵之位若是给了曲恒，定襄侯府还容不容得下你？这就不劳烦池大人操心。你今日是有心事的。我近来总是做一个噩梦，梦见我想保护的人身陷囹圄，但我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慢慢死去。怀瑟大师，你既然有心事，不如让开，让我那与这位女施主下完这盘残局，如何？师父说过，其无人生，落子无悔。姑娘心中似有执念吗？其路虽稳，却少了几分存亡。大师何出此言？执念越重，一生心难。何必执着于过往意愿？放下，方能自在。放不放得下，要不要放下，只有自己才懂。这些道理，想必京城很多人都想听大师说，不必说与我听。告辞。阿玲，他就是那个你想保护之人，他身上杀气太重了。他家中太多人想要他死。你若与他纠缠，必受牵连。大师，这世上很多事本就难以言清。他曾护我一时，我就立誓要护他一辈子。他若是选择走杀路，我定会护他到底。金汤婆，你生气了？怀素大师说是出家人，说话直接了些。没有，就是被人看穿了心事，有些程度吧。不管你做什么，我一定会护你到底。为什么？你忘了，你曾说我是你护的。你护我一时，我护你一世。就算结局是死，我也会护你到底的。你跨越万水千山，只一眼，便似万年。梦里繁华，也搁浅。听说曲恒在这次秋闱中拔得头筹，爹爹高兴就允许你母亲去见他。你怎么不进去？少在这幸灾乐祸。听说你母亲为曲恒讨得了不少赏赐，却唯独忘了你也是此次秋闱中的第二名。果然，人只会记得第一，记不得第二。你与曲恒是双生子。他只不过出生比你早一些，就永远要压你一头。若是没有他，祖母，祖母何事如此高兴啊？那宋氏嚣张跋扈，
还去皇后那儿告状，让你爹呀狠狠地教训了一顿，把他院里那些丫鬟婆子都打死了。还有，恒儿很争气，此次秋闱夺了头筹。许恒如此争气，宋氏人肯定会借题发挥，到时候父亲的气估计很快就消了。只是说宋氏那些恶毒行径被传出去，岂不是会影响到曲恒？恒帝毕竟是侯府的嫡长子，这将来前途无量。你说的是，阿恒最重要。你去宋氏那里警告一番，让他别再折腾，否则影响到恒儿的前程，我饶不了他。是。走马。我恒儿争气，侯爷的气儿消了大半，我再来一出苦肉计，让侯爷知道我是真心悔过。等侯爷的气消了，我再从那个死老太婆手里拿回张家去。夫人，你小心些，做戏而已，可别真伤了自己。快来人！快来人！飞上吊了！快来人！娘，娘，你醒醒啊！娘，你怎么了？别吓我！就是那个女人，我杀了她。爹，父亲，母亲虽然有错，但也罪不至死。你看在他多年劳苦的份上，就不要再责怪他了。爹，娘已经心灰意冷，她连性命都不要。侯爷，侯爷，妾身知道错了，都是我没能教育好儿女，还让侯爷在皇后娘娘面前受了难。可是侯爷，阿恒他是个好孩子呀，他也是你亲手带大的，他是侯府的嫡长子。怎么能因为我这个母亲而连累了他的前程呢？侯爷，娘这一出只是为了兄长，但我呢？看吧，儿女多了，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。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？许恒是太子的表弟，又是我侯府的世子，他将来前途无量。只要你日后消停一些，好好照顾曲灵和我母亲，便不会影响到曲恒。你就不要再闹了，好好休息。只要你是真心悔过，我便不会追究。哼，这会儿怕影响恒儿，我恒儿的前程和名声可不能坏在他手里。将来这侯府都是我恒儿的。宋氏，很快我会送你一份大礼。阿姨、莲枝，娘有话对你们说。母亲，有什么事？长公主与太子在宫中对峙多年，也是时候该挫挫她的锐气了。明日是你祖母生日，京中的世子贵女都会前去，长公主最宝贝的嘉平郡主也会去。娘，你是什么意思？
娘，你早早让哥哥去东宫，唯独把我留在这儿，您是怕事情败露，信任他。你哥哥是侯府的继承人，自当不方便参与此事。是，母亲放心，明天我一定把事情办妥。阿林，上来，与祖母同城。嗯。我到了外祖母家，非要把这些年受的苦都讨回来。莲枝妹妹，听说你姐姐回京后又刺伤了嫡母，是真是假？姐姐可别这么说，当年的事儿是个误会。姐姐是生了病，这病啊会让人神志不清。原来是疯病，她生这种病，将来如何嫁人？哪家愿意养？哎，听说那个曲灵和静渊侯府有婚约。石井妹妹，听说曲灵和你哥池渊有婚约，可是真的？若是他真得了疯病，如何配得上我哥？我哥可是大理寺少卿，敬畏侯府世子。大家切莫宣扬，爹爹不让我讲的，就是怕牵连两家的婚事。谁生疯病？姐姐来了。方才姐妹们正在聊起姐姐，大家好像有些误会。快给姐姐倒酒。这酒倒是好，可惜先让我的衣裳尝了鲜。姐姐，她不是故意的。姐姐的衣裙湿了，快去后院换一个吧。这是宋府，怕是有去无回吧？姐姐说的这是什么话？阿玲，我随你去换衣服。嘉平县主，莲蓉姐姐，莲蓉是长公主的女儿，前世去求太子放过我，却被太子玷污，还被污蔑故意勾引太子。在我死之前，不堪受辱，悬梁自尽。那太子总以我为难。前段时间我被困在宫中，没能第一时间来看你。你可怪我。阿林回京的时候去看了姨母，姨母告诉我，姐姐伤了太子，被困于宫中。下次见他，我还走。该打。来。啊，对了，我听母亲说，那宋氏还想下毒害你，可是委屈了。没事的，我就是见到姐姐，太欢喜了。当年你被送去江州，我也被困宫中陪公主读书，没能第一时间来看你，别怪我不好。阿玲，你快走！这里是宋府，他们不敢杀我。他们敢的，姐姐。那就是想杀了你，然后嫁祸于我，一箭双雕。救我！太君，我就猜到他们会在宋家对你不利。还好你来了。去大理寺报官，就说有人要刺杀嘉平郡主。谁家的姑娘出门赴宴
还全副武装。看来你也猜到他们会对你下手了。敢在宋家刺杀家庭郡主，胆子也太大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们来的倒是快，难道早就预料到我和云容姐姐会出事？是姐姐你院子里的丫鬟欢儿前来报信，说你憎恨家平郡主，今日要重伤于她。我怎么没见过这个丫鬟？一个在暖山居我都不怎么见过的丫鬟，倒是听了这样诛心的话。大人，我觉得这个丫鬟也要好好查一查。你放心，我们大理寺的刑罚最擅长撬开这些人的嘴。太姑娘，你救救我！我不想去大理寺，我兴许是听错了。听错了，还是受人指使让你污蔑我？把他带走。你一点都不雅识，敢刺杀家平郡主，就等着被长公主扒皮。姐姐，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可别污蔑人。是不是污蔑？等我母亲到，自有定论。走。娘，都是我不好，害得我们母女之间有了嫌隙。见过郡主。阿莲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徐毅怎么找的刺客？如此愚蠢！祖母，宋府有刺客，要刺杀家平郡主。宋家监管不严，等我母亲来了，看你们怎么狡辩！何人如此大胆，敢刺杀家平郡主？刺客已抓，送去大理寺了。阿渊，你去后院做什么？今天是来贺寿的，不是让你查案的。有多少刺客，那也是金兆营的事，倒是你多管闲事。前世，这个静微侯夫人便偏爱自己的小儿子，为了给小儿子争世子之位，几次三番，差点害死池渊。这是一个母亲该说的话吗？我与阿瑶有婚约在先，家平郡主是长公主的女儿，她救了我们，怎么能算多管闲事呢？你婆母身体不好，还不赶紧送她回去？谁都不许走！谁都不许走！拜见长公主。敢刺杀本宫的女儿和阿玲，管她是谁的，本宫定让她偿命。那杀手一进大理寺便招了，是这个嬷嬷带进来的，说是要杀了家平郡主，嫁后给曲家大姑娘。若是不肯说实话，本宫保证让你生不如死。是表小姐让我这么做的。你胡说八道！好你宋氏，竟敢教唆女儿找刺客刺杀我女儿！这都是误会。误会？曲二姑娘可是带了阿玲暖山阁当中的丫鬟前去栽赃陷害，说郡主是阿玲刺杀的。轩哥哥，都是误会，都是这个贱婢他蛊惑我的。杀手都已经招供，这一个小姑娘去了大理寺，还能不说实话？二妹妹，你着实是愚蠢。大人，那个丫鬟说过，是曲二姑娘买了送她，嫁祸曲二姑娘。太子殿下驾到！都是你们污蔑我，太子哥哥会为我做主的。
太子殿下，莲芝是你的表妹，这件事莲芝也是被诬陷的，你可要救她呀！太子殿下有这样的表妹，真是长脸啊！可这蠢货是怎么想出的法子呢？莫不是太子殿下魔授意的吧？别胡说！既然与太子无关，那便避嫌吧。求你救救我！阿莲，毕竟是你妹妹，求求长公主。主母，若妹妹杀的是我，我还能开口求姻缘。可如今她却胆大包天，连家平郡主都算计在内。你简直胆大包天，愚蠢至极。妹妹一向平和，是如何找到刺客，想出这种法子的？娘，你要救我！是你让我这么做的，刺客是阿姨找的。我看你是得了失心疯了，交给大理寺，按律处理。是。我不要给大理寺，娘，你救救我，不要这样干了！阿恒和阿义现在先回去莲芝了。雪玲，是你害我！前世我被关牢狱时的你娶莲芝，也好好尝尝。此事本宫会禀报皇上。宋氏包庇刺客，包庇取之，险些酿成大罪。这件事，宋家必须给本公主交代。娘，哎呀，你简直糊涂啊！宋氏，你教女无方，若是让莲芝影响到我恒儿，我饶不了你！哼！娘，我也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发展成这个样子。娘，对，是曲林。都是曲林那个贱人，他过来报复我啊！娘，你一个当家主母，斗不过一个从小养在家中的丫头片子。娘，莲芝不能入狱，她要是入狱了，她这以后该怎么嫁人啊？娘，你还想着她嫁人？如今长公主手里捏了我们宋家的把柄。就算是皇后娘娘也救不了你！哼！姐姐，曲莲芝在臣，没有宋家的授意，刺客不可能那么容易进门。他们的计划天衣无缝，你一定要小心太子，他没有表面上看着这么精彩。宫中之事就交于我和我母亲，朝中局势动荡，莫要再牵连于你。你就只管专心对付侯府那些人。姐姐知道我要报复他们，这怎么能是报复？是他们罪有应得。傻瓜，你受了那么大的委屈，被困在江中那么多年。姐姐。好了，你们两个这般交情，天塌下来不还有我替你们撑着？母亲，长公主，刺客和丫鬟都招了，证据确凿。大理寺办案，直接禀报皇上便是。你来我这儿。是向我禀报呢，还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？
阿玲昨日受伤了，我就是想来看看她。别担心，我没事。公主殿下，殿下后来了，说要接大姑娘回去。姨母，我怀疑我母亲当年的死另有隐情。当年她替你挡了一剑，并未伤及命脉，为何会不治身亡？阿玲，你可是已经有了证据。此事启程和宋氏心知肚明，曲老夫人怕是也有手笔。当年他们若不害死我的母亲，如何能够迎娶宋氏这个宋家女？若当真如此，那屈臣该死了。姨母，芷渊，曲莲芝是个愚蠢的，不经下，怕是什么都会说。她入了大理寺就一直在喊，这一切都是受皇后和宋氏的教唆。若是能借此事牵出宋氏和皇后，那阿玲这伤也算没白。灵儿，今日让你受到惊吓了，没想到莲芝竟然会对你做出这种事。可毕竟她是你的妹妹。我已经跟长公主求情了，可这件事情大理寺直接插手，直接上报皇上。这么说就没有别的办法了。爹爹，莲芝妹妹刺杀郡主罪过太大，若折损她一人也就算了，可她在牢里一口咬定是皇后和宋氏教唆她这么做的。若是传到皇上的耳朵里，别说整个侯府，就连恒帝和太子也会遭受牵连。这事儿我从曲义那里听说真相了，我把他从宋家接回来，关在屋子里，给你死。爹爹，您要多为自己做做打算。这件事情看上去是后宅斗争，实际上已经上升到长公主和太子之间的权谋之争。宋氏，这是要毁掉我们侯府。此次你犯下滔天大罪，你还想着能够独善其身？我已经打探过了，今日午后，莲芝已经在狱里招认。这件事与你有关，该怎么做，你自己心里应该清楚。他都说了，母亲，还请您为了皇担下所有罪责。要是被皇上知道此事，牵连到皇后与太子，别说侯府，整个宋家都得陪葬。我是你母亲，你现在居然为了自己求着我去死，这都是皇后一人的主意，凭什么要让我一个人去顶罪啊？还请母亲以大局为重，别当是为了我和哥哥的前程。这件事，恒儿知道吗？恒儿心上，这件事就不必让你猜。好好好，我生你们养你们，我脑头软，换来的是我的亲生儿子，求着我去死！你我本是夫妻一场，我本不想如此，但是为了侯府，为了恒儿和义儿，你也算是自食恶果。母亲，你可有曾真的爱过我？是不是在你眼里，我永远都比不上大哥？是的，你就是个狼心狗肺的白眼狼，你连你哥哥的一根手指头都不如。还请母亲以大局为重，主动去大理寺认罪。你个白眼狼，你个畜生！不行，我为你做一大笔。开门！开门啊！放我出去！夫人，奴婢是皇后娘娘的人，侯爷下令，任何人不得靠近您的住处。您有什么要交代的，尽可告诉奴婢。传信给奴婢，
他无论如何要将刺杀家庭郡主的刺客和那个丫鬟灭口。只要他们死了，就死无对证。但是皇上也不能随便动我们宋家。夫人，谁找的刺客这般废物？皇后，现在刺客已经入大理寺狱，父皇已经知道姨母和莲枝的所作所为，我们若是袒护，怕是会牵连自己。那是你姨母和表妹，不到万不得已，绝不能不管。皇后娘娘，定襄侯夫人让老奴传话，让您务必派人去大理寺，将刺客与那丫鬟灭口，保下她和曲莲枝啊！姨母这是在威胁我们。我们宋氏一荣俱荣，一死俱死，这是长公主在给我们下套。一旦你姨母入狱，下一步就是我们了。现在就让人去灭口。等等，大理寺少卿池渊与定襄侯府曲莲似乎关系匪浅，你派人去杀去，调虎离山，把池渊调走。是。姑娘，今日府内格外安静。风雨欲来，如此安静必有妖。宋氏怕是沉不住气，要和皇后联手灭口。若皇后和宋氏真的成了，那她和曲莲枝也只是受到惊吓而已。那就看谁的人先到。我相信池渊。所有相关人证都已招供，宋氏为此次行刺主，带人随我去侯府抓人。大人，宋氏是定襄侯夫人，抓的还需要陛下亲自下旨，只能等到明日。等不到明日。可是大人，没有陛下的旨意，您根本调动不了大理寺侯庙。大人，有刺客进了定襄侯府，只怕冲着曲莲姑娘去的。好一招调虎离山，事态紧急，若今日不将宋氏捉拿归案，定生变故。你留下，确认犯人的安全，其余的人随我去长公主府。那曲姑娘那里，他们把阿玲看成一般贵贵女子，真是大错特错。大理寺池渊求见长公主。大人，殿下已经歇下，明日再来吧。事关重大，不可耽搁。池渊，你可知深夜带兵闯入侯府，若无圣旨，便是大禁之罪。臣知道，不过此刻若是让宋氏脱罪，便会置阿玲于险境，再难翻身。来人，取本引领牌，调一队人马，随池少卿去定襄侯府拿人。是。姑娘莫怕，老奴绝不会让姑娘受半点伤害。过了今天，宋氏才算彻底没有办法得逞。你要是害怕的话，走到后面去。这皇宫派来的刺客，居然也这么愚蠢。大理寺少卿带兵包围侯府了！大理寺少卿带兵包围侯府了！石原到了，嬷嬷，你帮我传信去银鹤堂，给七老夫人。石渊，你擅闯侯府，难道是想造反吗？曲莲枝已经招供，
宋氏府邸刺杀平阳郡主的主谋是你，下毒谋害曲老夫人和曲大姑娘的人也是你。就算是大理寺办案，也不能半夜闯入人家后院拿人吧？石大人就不怕陛下问责吗？若夫人真是无辜的，随本官去趟大理寺，又有何妨？石大人，刺杀嘉平郡主是他一个人的过错，与我们侯府无关。你们大理寺办案，可千万别把我们侯府牵扯进去。若母亲无辜，还请跟石大人走一趟；若母亲有罪，我会在太子殿下和皇后娘娘面前求情，保您一条性命。对对对，抓他自己便是。你们这群心肠狠毒的狼！这大半夜的，大理寺怎么上门抓我们？许莲芝已经招供，刺杀嘉平郡主的人就是你。少在这假惺惺了！我是皇后娘娘的亲妹妹，你无权抓我。今夜你擅闯侯府，你就不怕皇上问责吗？若夫人真是无罪，本官甘愿受罚。父亲，想想你的女儿，事到如今，你要害莲芝到什么地步？我的女儿，祖母早就想彻底除掉，好将侯府的掌事权彻底掌握在自己的手里。你以为你死进大理寺还能回来？就算你担下了所有的罪名，许莲芝毁侯府，坏了名声，祖母不会让她有好下场。夫妻一场，无论结果如何，我都会好生待我们的孩子。当年你是不是对着曲兆月同样的？你做到了。你做到了吗？你在胡说什么？你酿下大祸，你罪有应得。娘，你过来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这事关恒儿的前程。你还有什么要交代？苏姐，我发誓，苏姐，我要拉你几个死老太婆陪葬！当着大理寺人的面杀人，夫人真是好胆识啊！杀一个两个有什么区别？我是不会让这个毒妇影响我女儿的幸福。曲灵，你很聪明啊，你居然知道找长公主和池渊一起来对付我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等太子登基了，你、长公主、池渊，你们都得死！好啊，那我们拭目以待。带走。不义，教不义啊！这个头破你最好死在里面。解决完了定襄侯府，接下来就是皇后和太子。我不会给太子登上皇位的机会。皇后娘娘，昨夜刺客刺杀未成，被大理寺抓了活口。大理寺少卿昨日深夜还带走了定襄侯夫人，深夜就将人带走了。谁给池渊这么大的胆子，敢无照抓人？是长公主给了令牌，调动了亲兵。侯夫人昨夜还发了疯，当众杀了侯府曲老夫人。这个蠢货，让他杀人的时候他瞻前顾后，不该他杀人的时候，他却如此莽撞。他认罪了，夫人担下了所有罪责。莲芝姑娘被大理寺放出去了，赶紧让人将莲芝接进宫来，还有曲灵一并召入宫里。是。曲灵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你害我母亲，我一定要你不得好死！
你娘当着大理寺的面杀了祖母，她是要比我先死了。曲灵，我们之间才刚刚开始。可都走到最后了，你才刚开始，会不会晚了些？皇后娘娘是我亲姨母，你以为你能嚣张到什么时候？莲芝，你就不用为我操心了。你日后可怎么办啊？你母亲现在是杀人犯，京城里的好人家怕是都不会要你。你还想嫁给池渊，他是再无可能。贱人！你娘为了你担下所有罪责，包括杀了祖母，也是为了日后你在侯府不再受的欺负。而你以为皇后和宋家为了自保，能留得住你娘的命吗？你就不怕我告诉皇后娘娘？空口无凭。我要杀了你！杀我？你有那个本事吗？哭什么？以后日子还长着呢。受委屈了，参见皇后娘娘。见了皇后娘娘不跪拜，好大的胆子！那就让她在一旁跪着吧。皇上驾到！民女参见皇上。参见皇上。舅舅。他就是我说的曲灵，若不是他保护，我恐怕早就被那丁相侯夫人给害死。果然是个英勇的姑娘。对了，舅舅，元荣斗胆向您讨了县主封号。既然是舍命相救，那该封。多谢舅舅。皇后啊，你那个妹妹实在是狠毒。臣妾会好好约束宋家人。不过此事与你无关，你也不必太过自责。多谢皇上体谅。既然是元荣为你讨封，那便随朕来吧。姨母，你救救母亲，她不能死。莲芝，你母亲这次闯的祸也太大了，她竟然当众杀害自己的婆母。皇后娘娘，先将姑娘带去芙蓉殿。说，皇后娘娘，你母亲让人捎来口信，说宋家决定今夜送药到大理寺，送侯夫人上路，省得连累太子和宋家。曲灵说的没错，宋家和皇后要杀了我娘。爹，你救救母亲，她不能死。对对，是娘杀了祖母，是她罪名的。雪夜，你去大理寺告诉他们，定向侯府绝对不会给那个毒妇求情，让她去死。不，爹。大姐姐，你说的没错，皇后和宋家想要害死我娘。我娘固然有错，可也不是他们说杀就能杀的。你现在是皇上亲封的贤主，你帮帮我。你想让我怎么帮你？只要你肯帮我，我做什么都可以，哪怕是为了你对付宋家跟皇后。我可以帮你，甚至可以带你去大理寺见到你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你想让他活下去，就得让他张嘴，让他把知道的事情全部都说出来。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。多谢池大人通融。此地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，不宜久留。赤元哥哥，宋家可让人送吃的来了。宋家确实让人送吃的来。
莲池，娘，不要吃皇后和宋氏送来的东西，他们要害死你。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娘，皇后和宋氏要害死你，怕你夺了太子。你快说，快说是皇后和太子要你去刺杀嘉宾郡主的，你快说呀！谁胡说？娘，你不能死，我不能没有娘。你若是死了，许莲芝也活不长久。他若哪天说错了话，皇后和宋家也留不住他。你会这么好心？我并没有想帮他，我只想知道我娘是怎么死的。有本事自己去查。你放开他！这是鸟名字。皇后宋家要杀他，我也会。你娘替长公主中箭，那只是意外，那箭上的毒是皇后下的。她要长公主死，但你娘就算没有死在那场意外，也会死在侯府，因为曲成和曲老夫人一直在给你娘下毒，她迟早会死。皇后给长公主下毒，可有证据？怎会留下证据？你若现在说出来，只拉皇后下台，皇后就算是死也不会出卖太子。可若是将来皇上亲手查出，牵扯到太子，怕是曲后您也保不住。太医院的姜太医，他亲手调制的毒药，皇后把毒药给了宋家，让宋家找杀手刺杀长公主。那毒便是前些日子我给曲老夫人下的那种。池大人，口供已出，下令搜查宋家和太医。你娘亲的死，定襄侯府还查吗？不查了，我娘的死只能算在皇后和宋家的头上，牵扯的人越多，只会为皇后开罪。阿玲，你还有我呢。你早点歇息。小姐，咱该回去了。宋家、定襄侯府、皇后、太子都是凶手，我要让你们所有人去地下对我娘忏悔。姐姐，你能保住我娘吗？别太天真了，皇后和宋家是绝对不可能让她活着的。你骗我！要是我可以帮你报仇，在这吃人的权势下，哪有什么真感情？我这一生为了侯府，为了儿女，为了宋家而活，可到最后逼着我去死的也是他。侯爷，大理寺传来消息，夫人吃了宋家送去的糕点中毒身亡了。这个毒妇死了就死了。娘为侯府尽心尽责这么多年，你为何如此狠心？是你害死了他，是你们！为什么死的不是你们？看不到二小姐失心疯了吗？关到祠堂，让她好好反省。
父亲，今日我带着莲枝妹妹去了趟大理寺，求池渊让我们进去见了他母亲最后一面。听池渊说，宋氏死前招供，是皇后要刺杀家庭郡主，为的是谋害长公主。那个愚蠢的毒妇，她想拉皇后和太子下马，还想拉着曲恒和曲义跟她一起陪葬吗？父亲，他还和我说了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他说，我母亲的死也和皇后有关。佩剑有毒，原本是要刺杀长公主的，我母亲却成了替死鬼。那毒是太医院的姜太医给配的，皇后给了宋江。这个事儿，石院知不知道？事关重大，我警告了宋氏，便召集回来告知您。女儿知道，长公主对女儿再好，那也没有血缘关系，侯府才是女儿的家。玲儿，你做得很好。等的就是你们自投罗网，自乱阵脚。姨母，姨母，宋氏亲口所说，当年是皇后要害你，她买通了太医院的姜太医对你下毒，没想到我母亲会为你挡箭。这该死的贱人！姨母，我已经将消息透露给曲成，他为了曲恒，一定会告诉皇后到做打死。只要皇后想要杀人灭口，我们就有机会让姜太医赔罪。姜太医那边我会派人盯着，绝不让皇后得逞。我相信你。你心情不好的话，就吃点甜的吧。小时候你也是这么对我说的。你还记得？娘说了，只有我一个儿子，也带不是娘的儿子。哼！吃吗？不开心，吃点甜的就好了。别难过了。去老夫人死，侯府也乱了，想要定皇后和宋府的罪，还需要一些时间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我已经派人去东宫报信给曲恒，说曲义将他秋闱做事之笔告发，还亲手害死了宋氏。曲成不是最喜欢他那两个儿子吗？那就让他那两个宝贝儿子自相残杀。何必为了我，伤人心心算计？你和怀素大师是好友，必然也是清风霁月，孑然一身。孑然一身，因为除了你，没有人值得我动心思。姑娘，曲义今日在太子东宫失手把大公子曲恒打死了。仓皇逃走的时候，从高台上摔下，摔折了腿。曲恒死了？是，这件事被太子给压了下来，说是曲恒自己失足摔死。曲义断了腿，以后也无法入宫为皇后，相当于断送了自己的未来。如今已经被送回侯府，后爷发疯，差点把人打死。这么精彩呢？还有更精彩的，奴婢偷偷让人把曲莲枝从祠堂放了出来，她听到消息就冲过去，冲撞了姨娘，让她小产了。后爷大怒，扬言要打死曲莲枝，这会儿又把她关回祠堂了。走，去看看我的好妹妹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你凭什么管我？就算我娘不在了，皇后娘娘也是我亲姨母。放我出去！快跟我走！
罪恶！父亲动了怒要杀你，你快跟我走！为什么救我？我只是觉得你可怜，你失手害死了姨娘肚子里的孩子，父亲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若是想活命，就趁乱逃出去，去宋家。现在只有你外祖母能救你。不好啦！祠堂着火了！祠堂着火了！二少爷逃跑了！二少爷逃跑了！侯爷有吩咐，二小姐不能离开侯府半步，赶紧追，快！许成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为了个下贱的姨娘，你要杀死自己的亲生女儿，真当我宋家没人了吗？我今日倒要看看你这个软骨头怎么护得住那个下贱的姨娘！去，把那个狐妹子给我带过来！我看谁敢！这里是定向侯府，不是你宋家。好，好得很！我看你能硬气到什么时候？我就进宫告诉皇后，你给我等着！哼！父亲，宋家这是越来越不把您放在眼里。这些年，宋家是嚣张过头了。父亲，恒帝走了，阿义看上去更偏向宋家。他若是成了侯府世子，将来跟着太子得了势，怕是会记恨你，做出什么事情来。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父亲应该多为自己做做打算。若是太子真的继承了大统，您怕是会被宋家嚼碎欺负。小姐，池大人派来传话，说江太医被皇后人追杀，已经把当年的真相都交代清楚了。昨晚上，池大人派人搜查宋府，从宋府搜查到了江太医以前研制的毒药，所有的证据都指向皇后了。皇上那边什么态度？姑娘，宫里那边来人了，皇上召您进宫。皇上为何要召见我？听说池大人不经皇上同意便抄查宋家，惹怒了陛下，陛下已经罚他跪了3个时辰了。知远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带人夜闯宋府！你可知那是皇后的母家？臣女曲灵，参见皇上。皇上，昨日深夜臣夜闯宋府，是臣自己的意思，与他人无关。曲灵并不知情。皇上，皇后心思歹毒，下毒谋害长公主，臣正物证俱在，您不该袒护。你们先下去。你二人倒是胆大，若是朕定你们死罪，你们该如何？皇上，此事与他无关，要杀就杀臣一人。皇上，臣女愿与臣爷共进退。臣女愿与臣爷共进退。此事与你无关。你是我未来的夫君，何况是我将你拉入这场纷争，怎会与我无关？你与你娘长得很像，但又不像，性格不像。皇上认识我娘？岂只是认识。趁月萧索，阻你奈何？人上月落，此生就分手。野马太子哥哥，不算
这心往事流是朕没能保护好她。你想为你娘报仇吗？想。你可知，皇后乃是一国之后，若是朕定她的罪名，意味着太子之位不稳，朕死后，江山社稷便不稳。皇上，您觉得太子会是明君吗？他的胆子！皇上叫臣女来，就是想听实话，而不是想要臣女虚与委蛇。太子的确算不上明君的人选，你这仇非要报呢。作为补偿，朕准你郡主的封号，赐你府邸宅院。臣女一定要报，哪怕粉身碎骨。罢了，你们要做的事，错一步，万劫不复。朕不管了，但朕也不会帮你们。下去吧。谢皇上。谢皇上。母后，父皇突然下令将您禁足，还将外祖和大舅父几人下了狱。哼，这些年他对我们母子一直有防备，他想除掉宋家也不是一日两日了。母后，我们怎么办？慌什么？这些年我一直在他的药膳中下毒，想必现在也应该病入膏肓了吧。他要是敢对宋家下手，也是时候该扶你登上皇位了。姨母，皇上召你进宫了。是，皇上劝我咽下这口气，可我又觉得他不是真的想让我咽下这口气。父皇早些年独宠我母妃，子嗣稀薄，皇上性子软弱，本不是皇储的最佳人选。而他的本意也是做一名闲散王爷，娶你母亲为正妃。只可惜造化弄人。皇上还说，若是定罪宋皇后，太子当院定然会造反，到时候朝堂动荡。这些年，太子一直在京城外秘密屯兵，宋家也一直都在暗中勾结往来富商，充盈军费。姨母可有胜算？你姨母我也没闲着。若真到了那一步，你们怕吗？我不怕，我与阿玲共进退。我也不怕。皇后能走到今日这一步，不是蠢人。我们昨夜搜了宋府，皇上又动了宋家，皇后必然要有所行动了。现在正是宋皇后召集拉拢人脉的时候，你昨晚又抄了宋家，他必定会对你先下手。你若回家了，你母亲必然会为难你的。前世建威侯夫人是皇后一派的，她本就偏心自己的小儿子，对池渊味啧算计，后因为池渊坚持站在长公主这边，为我翻案，彻底成了侯府妻子。那日，怀素大师说，我们俩很像，但又不完全一样。宋氏对你不好，因为她是你继母。可我的母亲，明明就是我亲生母亲，却因为从小我不在她身边长大，就对我心生厌恨与疏离。她觉得是因为我的存在，
夺走了弟弟的一切。看来你们的婚事要提上日程了。池渊不善家宅后院的争斗，但阿玲是从定襄侯府出来的，有经验。本宫与皇后的这场争斗，不是他死，就是我亡。你们两个的婚事，我想尽快定下来，以免夜长梦多。全凭一目做主。你还不赶紧回去准备准备，去定襄侯府提亲？我这就去。你慢点儿。阿玲，你是幸运的，这世间最难得的便是真心。石渊是个不错的选择。这世间最容易被辜负的，就是真心。前世是我负了他，这一世我绝不能负他。想不到我侯府如今竟是这般光景。侯爷，晋威侯世子池渊上门提亲。恭喜侯爷！晋威侯世子池渊是大理寺少卿，他和大姑娘喜结连理，那宋家便不会觉得您除了他们再无依仗了。去把他迎进来。爹爹，侯爷，我与阿玲已到适婚年龄，今日特来府上提亲。石大人有心了，你和灵儿从小的情谊也到成婚的年纪了。妾身看明日便是良辰吉日，不如让他们尽快完婚。明日是不是太急了些？爹爹，女儿听闻皇后谋害长公主的证据已经确凿。皇后哪是说能动就能动的呀？就算是罪证确凿，皇帝不点头，谁敢抓皇后？可是皇后和宋家欺人太甚了，他们就是欺负爹爹身后无人。女儿愿意为爹爹分忧，才和阿渊商量尽早完婚的。如今能给爹排忧解难的，也只剩你了。爹爹，只要对爹爹、对侯府有利，女儿是愿意嫁过去的。好，那爹一定好好为你操办这场婚事。你说，你想要什么？爹爹，娘亲当年的嫁妆说要给女儿的，女儿年幼时给夫人保管，如今夫人离世，女儿也要出嫁了，这嫁妆男的嫁爹爹不肯。嫁妆清单金威侯夫人可是看过的，若我不带过去，金威侯夫人怕是不会让我过门的。侯爷，那日妾身去库房清点，大姑娘的嫁妆都在呢。宋氏之前挪用了一部分，侯府理应给她补上。侯爷，若是大姑娘不尽快出嫁，恐怕宋家不会与您善罢甘休的。那爹这就命人去库房将你娘的嫁妆清点出来，那个毒妇用过的，爹一并帮你补回来。女儿多谢爹爹。多谢岳父。石大人，老父，今后应该是女婿了，大家都是一家人。侯府要是有什么事儿，还望你多多帮衬，多多担待。岳父放心，阿渊日后
一定将定襄侯府当成自己家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们就回去准备准备，明日大婚。这些年婚全靠我娘的嫁妆撑着，如今让曲成把所有的嫁妆都不了，侯府可就彻底不命。阿玲，我们终于有家了。属于我们2个人的家。姑娘，池大人，长公主派人传话来，婚礼一切琐事早已准备就绪，姑娘不必操心。还有，早上皇上下旨，流放宋氏一族，即日启程。我就当这是宋氏给我的贺礼。风雨飘摇，一心不悔，用一生奉陪，至少有你同喜同悲。解开宿命一忘无。小姐，我终于看到您出嫁了。好了，高兴的日子。阿玲，我接你回家。阿渊，我们回家。至少有你同喜同悲，期待宿命一忘无。看什么看？走快点儿！爹，你救救我！爹，女儿知道错了，女儿知道错了，爹，宋家被流放，女儿不想去苦海之地，爹，救救我！爹，你救救我！哪来的疯子呀！干下去！凭什么？你有这么好的命？我看这大小姐倒是温文雅雅的，但是这二小姐好像就跟有疯病一样。是啊，我看这二小姐也像个疯子。陈良，你不会养的，太子会当爹，太子会成为皇帝。把嘴给我堵上！快走，快打吧！夫人，小姐，定襄侯府大婚，世子娶了定襄侯府的大姑娘曲灵。胡说八道，他何曾？你说什么？池渊这个逆子，他大婚，我这个当母亲的居然不知道。长公主赐了曲灵县主府宅，世子把她迎娶到那边去了，说是她是县主，无需侍奉公主。完了，完了！哎呀，反了呀！哎呀，反了天了！新人拜天地，二拜高堂。不回侯府真的没关系吗？你母亲那边你不用担心吧，我可以应付的。阿玲，我娶你
就是想一生一世对你好，让你有个家。我知道你自己可以应付他们，但我不想再看你受委屈了。以后就交给我吧。对人，对的人，真的是互相成就。夫妻对拜。若为有一人懂我倔强远近，坚守的全心是你。若为有一人可度飘摇风雨，流离的归处是你。若为有一人护我夙夜长鸣，此生的安然是你。要走的背后有我。小公主出事了！如你想的丧钟，皇上怕是不行了。奴才本想去皇宫打探消息，可是皇后与太子的新编把皇宫封锁了。是时候与他们做个了断。皇后与太子合谋毒害皇上，罪证确凿，随我杀进去，清君侧，正朝纲。不可能！你们怎么可能这么快冲进来？皇宫内外全都是我们的人。哼，你们的人，太子应该不知，这些年你秘密屯兵，都是在为本宫做嫁衣。长公主，你先带人去救皇上，这里交给我们。石渊，我是太子，我才是正统。追随一个女人，丢尽了男人的脸。你这种人不配做正统。这天下是千千万万子民的天下，这皇位上坐的人看的是能力，而不是男女。你们就都去死！你们这么敢，我可是太子！皇上，您怪不得臣妾，是您糊涂了。这天下不传给自己的儿子，却要传给那个女人，她也配？还有我宋家，让他们下狱不够，还要将他们流放。不可能！我的兵马都在殿内，你怎么可能？皇后与太子密谋造反，谋害皇上，罪该万死。宋氏一满门抄斩，诛九族。这不可能！我不会输，我是皇后，是皇后！皇后？你可知你作为皇后输在哪儿吗？一国之母，为民谋利，却纵容家族搜刮民脂民膏；后宫之主，不辅佐皇上神君当政，却带着储君谋算如何争宠。那又如何？哪朝哪代的皇后不是这样？一心系天下，
可你一个女人，凭什么能当皇上？那就不用你操心了，因为你皇上，阿弟，阿弟，太医，快救救我阿弟！皇上，周爷，一切都结束了。皇上，长公主是中毒，还无能。好大的胆子！你们太医都是废物吗？都被那个贱人收买了。退下吧。你的身体，从我知道开始，这毒就已经渗入肺腑，无力回天了。我要将它碎尸万段。阿姐还像当年一样，性子风风火火的。宋氏一族权势错综复杂，我能做的只有将他们赵家流放。可是皇后与太子在皇宫外屯兵买马，速度太快了。我本想为你多做些事，够了，已经足够了。这些年，我想明白了，朕不是一个好的君王。若不是母后当年执意要传位于朕，这天下在长姐的治理下，怕是会更好。以我前力和秘书这些，这皇位谁做到一样？怕是朕召见了赵月的女儿。她与阿月长得很像，但性格强硬了些。阿玲若是性子不强，早就被后府那些人吃干抹净了。是，这权势本就是吃人的东西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为你找寻名利，想办法清了你体内的毒。朕该去寻阿月了，只是这天下就要麻烦阿姐了。传朕口谕，朕要传位于张姐。阿弟，阿弟，阿弟，阿弟。圣旨到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新帝登基，封县主屈灵为昭和公主，赐公主府。屈灵接旨。公主殿下，快快请起。娘，您在天之灵看到了吗？
女儿赢了。灵儿，灵儿，那个，新帝登基，长公主她赢了。哎，不过是不是你忘记告诉长公主，是为父让你在幕后默默支持，他怎么把我的侯位给……爹爹，您在说什么呢？您和皇后太子不是一党。灵儿，这个时候就莫要跟爹说笑了。爹爹，您也太天真了吧！启灵，我是你爹！你好大的胆子！我是陛下亲封的昭和公主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来人，以后再有这种疯子进来，赶出去便是。贱人，贱人，原来是你害我侯府，你毁我侯府啊！侯爷，侯府出事了，二公子出忘了家里全部的财产，欠了赌债被人打断了腿，二姑娘她疯了，点火烧了侯府。贱人，侯爷！大人来了。相思何处可寄，笛声也风苍鸦。快走！流水空山尝尝，我亲手做的。你的身影如花，悠悠空灵失色，心乱如麻。好吃。大人新任大理寺卿，忙得连回家的空档都没了。新帝登基，百废待兴，有很多事要处理，还请娘子莫怪。傻瓜！对了，刚才回来的路上，我听说雪神中风，只能瘫在床上。那个姨娘也卷走了最后的财物跑路了，曲义腿断了，也变成了个废人。曲莲芝也疯了，挺好的，让他们活着，活着比死更痛苦。尤其是那个曲成，我娘在地下也不想看见他。没错，那就让他们互相折磨，这是他们本就该有的报应。公主殿下，您说过会收留奴婢，以后都是公主府的人。他也是个可怜人，他的母亲被宋氏害死了，他自己也被卖进了春楼。我看他一心想要报仇，就给了他这个机会。多谢公主殿下帮我报仇雪恨。帮你也是在帮我自己。起来吧。一切都结束了，余生你有我。